萧炎推开了一处位于角落的单室，他目光一扫，正准备转身离去时，一只浑身都是绒毛的小兽窜过。萧炎心头猛地一动，这可是远古遗迹，怎么可能会出现一头除了可爱外连能量都不具备的小兽？半晌后，萧炎脸色涨红，双眼猛地瞪直，这家伙竟然是一颗丹药！萧炎很肯定自己没有认错那种丹药的味道，这小家伙虽然不是9品丹药，但也相差不远。若是他没有猜错，他的本体应该是一枚经历了8色甚至9色丹雷的丹药。这种品阶的丹药诱惑力相当大，为了以防消息泄露，怒目金刚一般的熊战便守在了大门口。萧炎冲着丹兽迷人一笑，而后他从纳戒中取出6品丹药喂食丹兽。随着10来枚丹药下肚后，丹兽看向萧炎的目光中少了一些戒备。见丹兽终于被自己喂饱，但又有点不敢走向自己时，萧炎就知道自己必须要下狠药，才能让这家伙心甘情愿地过来。他拿出在丹会炼制的那枚招来5色丹雷的生骨溶血丹，丹药一出现，丹兽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过来。就在他即将撞进萧炎怀中时，一股突如其来的吸力将他扯得向上飞去。只见一道窈窕的黑影一把将丹兽强行抓在手中，突然出现的黑影便是当日对紫妍出手的神秘人。紫妍认出人后，怒斥他敢对自己出手，活腻了不成？此时熊战也冲了进来，骂骂咧咧地说这人太邪门了，他被绿芒一照就失了神，让他给偷偷闯了进来。萧炎压下心头的怒火，让他将丹兽交出来，以前的事他们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就别怪他们心狠手辣。黑影紧抓着丹兽不放，让萧炎他们想动手尽管上便是。见他不肯放手，萧炎缓步踏出，紫褐色的火焰暴涌，黑影人避开萧炎的掌风，而后他面前的空间顿时一阵扭曲，10几道身影凭空浮现，凶悍无比的劲风对着萧炎轰了过去。萧炎躲开他们的攻击后，眉头一皱，领头的2名黑衣老者都达到了斗尊级别，后面的也都是斗尊巅峰的强者。这些人的眼中依旧有神智残存，但他们的身体也完全被黑衣人控制着。这一幕让萧炎心头十分忌惮，但丹兽他势在必得。萧炎让小医仙他们守住周围，不要让人进来，也不要让他逃了。而后他手掌一挥，11具傀儡出现，这些傀儡将那些强者拦住后，萧炎出现在黑衣人面前，炽热的劲风掠出。黑衣人本就有伤在身，此时又无路可退，他只好结出一道诡异的印诀夺魄，一股幽幽的绿芒照耀在萧炎身体上。萧炎连忙用火焰包裹住自己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依旧感觉眉心处的灵魂好像要离体而出一般。萧炎急忙压住灵魂的躁动，而后他的拳头狠狠击打在面前的虚空上，一拳将黑衣人震得急忙后退后，萧炎紧追而上。黑衣人手印急速变换，一阵阵璀璨的绿芒自他的鬼神面具下暴涌，绿芒凝聚成一只极为妖异的绿色眼瞳，眼瞳中3条绿色小蛇盘旋其中，一股股奇异的能量顿时从中扩散。萧炎的身体突然僵硬，就像没有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一般。萧炎眉心处的灵魂力量化为一道略显虚幻的人影，一拳狠狠地击中妖瞳。妖瞳被击散，黑衣人也被残余的力量震飞，他脸上的鬼神面具也在此刻寸寸崩裂。萧炎将玄重尺停在黑衣人喉咙处，让他交出丹兽。黑衣人倔强地抬起头，不交！萧炎怒火升腾，刚想骂人，目光猛地一怔，鬼神面具下有着一双充满绿色的美丽眼瞳，眼瞳深处有着3个绿色小点围绕着瞳孔缓缓旋转。认出这独一无二的碧蛇三花瞳，萧炎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你青灵？黑衣人目光惊疑不定地望着萧炎，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。萧炎一脸古怪之色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真的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小女孩。萧炎将玄重尺立在面前，问他可还认得出这把尺子。见青灵一脸苦思，萧炎笑着提醒他，加玛帝国、塔格尔大戈壁、墨铁佣兵团。青灵的身体猛地一颤，萧炎少爷。萧炎忍不住揉了揉青灵的脑袋，这么多年不见，倒是长大了。青灵当年被带去天蛇府时还小，但他一直记得萧炎对他的好，即便现在他已经是斗气大陆一流的强者，他依旧坚持要叫萧炎少爷。
萧炎笑了笑，他并不在意这些，只问青林天蛇府的人对他如何。天蛇府的人对青林很好，还打算让他接管天蛇府，但长老们想要撮合他和上一任掌舵人的长子，青林并不愿意，便偷跑了出来。他没有告诉萧炎的是，他跑出来后第一时间回了加玛帝国一趟。在经过一番打听后，青林得知萧炎去了中州，便也万里迢迢地赶往此处。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还是让他碰到了萧炎。青林眼中绿芒一闪，将丹兽放了出来。在萧炎的追问下，青林才说自己是想用丹兽的血液解他体内的毒。青林的体内甚至血液中都有着极为阴毒的毒气，这是九幽地冥蟒族的地蟒氏心毒，乃是天下间数一数二的奇毒，号称无药可解。萧炎对这个毒也有所耳闻，他安慰青林，天地间没有必然之物，既然有毒药，便会有解药。小医仙说，光凭丹兽的话，并不能彻底清除青林体内的毒，但有丹兽之血帮助，又有萧炎在，这个毒解起来并不难。萧炎问青林怎么会招惹上九幽地冥蟒族，青林一脸委屈，当初他来受狱，只是想找点实力强悍的蛇形魔兽，却倒霉的遇见了一位九幽地冥蟒族的长老。那名长老认出了他的碧蛇三花瞳，想要抓他回去，青林只好将他给控制住。但那人最后关头传出了消息，搞得整个九幽地冥蟒族都来抓他。最后青林只好将那些家伙都给抓了。碧蛇三花瞳是所有蛇形魔兽的克星，除了拥有纯粹的远古血脉等极为少数的蛇形魔兽，其他的蛇面对碧蛇三花瞳都很危险。萧炎说这里不是解毒的地方，他让青林先跟在自己身边，等出了遗迹，他就想办法帮他驱毒。青林红着脸点了点头。萧炎看着怀中依旧哆哆嗦嗦的丹兽，有些担心他会暴露身份。拒绝不了毛茸茸的小医仙突然轻咳一声，说他能够隔绝丹兽体内的丹香。解决了丹兽的问题后，萧炎让青林将他那些保镖也收起来。看到那些保镖回到青林眼瞳中，在场所有人都满脸惊叹。碧蛇三花瞳成熟后，眼内自成空间，被他控制的东西都能够存放在其中。不过被青林控制的人实力会逐渐减弱，因为碧蛇三花瞳会吸收吞噬他们的力量，最后反馈给青林。青林的话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么一来的话，他岂不是不用修炼，直接抓住强者坐享其成便是。青林连忙解释说，吸收吞噬的速度挺慢的，而且以他现在的实力，顶多只能控制2星以下不超3个的斗尊，并且他能控制的只能是拥有蛇系血脉的魔兽，对其他的魔兽和人只能起到一些辅助功效。亲身体会过这个辅助功效的萧炎抹了一把冷汗，若非是他的灵魂力量远强于青林，今日他说不得就要阴沟里翻船了。见众人一副惊叹到无语的样子，萧炎一挥手，这东西是羡慕不来的，他们现在还是赶紧去主殿吧，不然去晚了，宝贝都没了。在青林的带路下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大殿前。萧炎的目光突然顿在一方石座上，一具通体玉白的骸骨正手掐印诀盘腿而坐。这是萧炎第一次看见斗圣强者，虽说这只是一具骸骨，但那种深入骨骼的威压仍让他感受到压抑。进入大殿后，萧炎才发现石座周围盘坐着10几道如同石雕一般的傀儡，也是因为这些傀儡的存在，让所有人都不敢踏足石座周围。这些傀儡虽说还未被激活，但萧炎能感应到他们都具备着斗尊的实力。萧炎让小医仙他们等下都小心一点，不要分开。话刚说完，萧炎就冲着走向自己的唐振等人拱手行礼。在场的这些人中，萧炎也就跟焚炎谷的关系好一点。唐振告诉萧炎，那10个光团之中，应该只有1个是真正的天阶斗技，至于最终谁能得到，就只能看各自的运气和实力。唐振问萧炎，可能看出这些卷轴哪一个是天阶斗技？萧炎摇摇头，他的灵魂力量虽强，但斗圣的封印完全阻绝了一切探测，以他目前的能力还无法看破，到时候只能看谁的运气更好了。唐振笑着说，这里这么多人虎视眈眈，就算抢到了天阶斗技，也是烫手山芋。他瞥了一眼冰河谷那边，跟萧炎说，到时候若是有什么突发状况，他们或许可以联手应对。
唐振的实力在五星斗尊左右，比冰河尊者都要胜上一筹，甚至比起摘星老鬼都不遑多让。他主动邀请联盟，这对遍地都是敌人的萧炎来说自然求之不得。唐振让萧炎小心那些傀儡，若是他所料不差，封印一解开，这些傀儡便会苏醒，到时候必然是一场极度混乱的血战。萧炎轻轻点头，他望着石座上的那具骸骨，心头一动。这具斗圣骸骨极其完整，若是能够得到它的话，说不定药老也能进入斗圣层次。想到这里，萧炎就打定主意，等下一定要试着抢到那具骸骨。等待封印消失的时间中，越来越多的强者赶到大殿。萧炎眼眸微闭，灵魂感知笼罩着整座大殿。就在他有些奇怪魂殿那些杂碎怎么没来时，一道古怪的笑声在大殿中响起。摘星老鬼一出现，萧炎眼中的杀意瞬间暴涌。